一看到这个人形，当然就是要找小明老师。虽然我最近对人体有一些研究，你知道我有多少研究？你要研究什么？你放轻松哈。我觉得感觉怪怪的。这个见不死人。那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轮廓，然后去调一个比它亮的颜色，来加强这个睫毛的立体度，它整个看起来会再更活泼一点。哇，真的是鬼斧神工哎！涂完整个娇滴滴的，真的很想捏他的脸哎。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ND 的小杨老师。上一次呢，我们完成这个激昂激流行，那我们一定要完成他的这个对手杰尔骨骼猛士。但是呢，我跟你们讲，我们这个频道也做太多钢弹了吧？我就不相信我们没有做钢弹不能火。我们这一集就不做钢弹，做比杰尔骨骼猛士还香的这个露娜玛利亚。说到这个露娜玛利亚，她如果是真的能跳这个三正舞的话，如果是圈圈，为什么跟圈圈有关系？你们知道吗？因为陈浩南来了，陈浩南竟然跟圈圈一起跳舞。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 MAD 浩南。大家好，我是 MAD 浩南。三正舞。那你要找圈圈来跟我跳啊？你现在管哪里啊？我现在管嘉义太保这么大的墨玉工作室。没有错，他就是我们的墨玉偶像馆小明老师。再次欢迎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老师。那为什么这次会邀请小明老师来呢？一看到这个人形，当然就是要找小明老师。虽然我最近对人体有一些研究，你知道我有做什么研究？你要研究什么？对，我示范给你看了，你放轻松哈。我觉得感觉怪怪的。这个见不死人，邀请男生的来宾来上，你这样会痛吗？这边还好。哎呦，不错哎，你手不会麻对不对？现在比较不会，现在比较不会。没有，上次被你按一次这个，我整个快牙痒。这边现在不会，最近都比较不会。哎有在打球哦。不是，最近那个工作的姿势都有做调整。听说你还百发百中哦。不会剪辑嘛？我看。哎，不错哎，这次几个会痛的地方，以前摸了就哇哇叫。哎，这里也是软的哎，好很多哎。你这样会不会别人误会我没有认真工作？不会。哎，这个不错。最近我的人体研究就是针对各位的肌肉酸痛的位置、手麻的位置，还有重训的位置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对于女性，我还是接触太少。毕竟我没有女生的朋友可以让我这样研究一下这些特征。你可以现在教。好，没有。我可以交一些朋友。对，然后做实验来学习光影，边帮他们舒压，边研究。那我们这个频道可能会被关台，会被咪姐一键删除。好了，我们现在认真回归主题，我们现在就是要请小明老师来教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是完成一个很厉害的露娜玛利亚。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OK，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这一个露娜玛利亚所有的零件。好，我刚才有翻一下说明书，它其实一样维持万代一贯的分件的水准，包含像它上面这个线条，还有鞋子这边，包含这边的那种颜色的分件都帮你分出来了，所以我们不用做到大量的补色。那因为这次我觉得小江老师的需求是，我们不需要做到说太复杂还是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相对来讲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套件好好的完成。那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个套件的优势，包含它的分件分色的优势，然后它本身的成型色跟他们宣传的那个照片的颜色也都很接近，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它的成型色去做一点加强，不用说我们一定要从头去做。其实我们做模型的方式有很多啦，你如果时间不多的话，那我们可以有比较简单的玩法。那你当然你时间想要多，想要把它做得更精细的话，有更精细的玩法。但是我们这一次选择的是前者的部分。小明老师，我看你的手怎么一直抖？这是每秒钟震动几万下吗？我每次来这边都很紧张吗？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没有这个是从以前就会这样。顺便可以跟大家看，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可能画一些人还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手很稳？没有，其实我的手超抖的，抖得很厉害。但是你抖到最快的时候，就等于没抖，对吧？那个线条太密集了，对不对？反正看不出来。好，那这个套件，它其中有一张脸是整个帮你印刷好的。那除了这一个已经完成的脸之外，它还有附4张空白的脸。当然，这个部分虽然说它没有像这个完成了，但是它有附水贴。那因为这次我希望说大家不要太复杂嘛，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利用它套件里面附的水贴的眼睛贴上去之后，再去做一些加强就好了。这么厉害，这样就不用太复杂。
然后这个套件还有附一个可能以往大家比较没有看过的材质啊，是这种软的材质，这样子可能大家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比对一下说明书啊就知道了，它是它的胸口这一块。那老司机应该都知道这个的用途是什么，我就不用再多加说明了。哦，不，这个是有专有名词的，它叫做生物感测元件。仿生技术，对，它可以增加你在玩这个组装模型的反馈感。你看，当你触摸的时候，它的这个生物感测元件仿生的能量会传递到你的指尖，你看有没有？我信你个鬼！小江老师，你觉得这个跟你实际体验的有什么不一样？不好说，这就假奶啊！所以你连假奶都有。我才不告诉你呢！好，介绍完这个套件呢，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把它完成了。那我们现在马上请小明老师开始教学吧。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个露娜玛利亚输出好了，其实还蛮好看的。刚刚讲那个分件的那个细节，真的做得还蛮不错的。那我们现在就请小明老师开始教我们几招吧。OK， 那首先我们要加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他的眼睛、他的脸部。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再来加强他的身体的一些装备跟衣服。OK， 趁小明老师在调漆，我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这一集你们看到首播的最后面，我们有2只，其中1只还没煮的，就送给观众。那等一下最后面才会讲怎么抽，会在首播抽，你们看到最后1分钟抽。我现在加强它上睫毛的部分，因为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整个都是单一颜色，那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轮廓，然后去调一个比它亮的颜色，来加强这个睫毛的立体度。那我们现在要调的颜色是土黄色接近偏咖啡色的颜色，去强调它的睫毛的亮。那我们第一时间涂上去，你如果觉得说好像显色没有很明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随时在调色皿这边做一下调整，因为毕竟我们笔涂嘛，我们在调颜色的时候比较方便，比较不像用喷笔的时候那么麻烦。这个叫摸线橡皮擦，就是如果我刚刚不小心涂太多，涂出去、涂出界，或者说我涂的位置不满意，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摸线橡皮擦去沾溶剂，再回来擦掉我们刚刚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是说修饰一下线条。那我们睫毛这边都已经加强完了，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稍微再做加强，就是它虹膜下面这边的反光，帮它稍微点亮一点，它整个看起来会再更活泼一点。这边它原本紫色这个变化性的话，其实可以用偏淡红色或者是粉红色也可以。那其实大家看我画的时候，我并没有说一次整个给它点下去到说很饱和那样子，基本上我还是有控制一下它的浓度，慢慢去堆叠。好，那这样画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跟原本的比较起来的话，你会发现说睫毛的尾端看起来会比较利落一点。那我们刚刚最后加强的它的反光的部分加强上去之后，你会觉得它整个人看起来会再更活泼。好，那我们眼睛处理完了嘛，剩下的就是加强它嘴巴的部分。那嘴巴的部分，我们也一样不要用太过于深的颜色，比如说可能有些人直接用黑啊。那这边是调一个接近肉色的颜色来帮它勾勒一下。那一样，如果你觉得涂出去了，可以用墨线橡皮擦帮它修饰一下。
不然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我觉得这样已经够精彩，整个脸，你想啊，如果你把白色的脸贴上水贴，再学小明老师这几招，那整个就活过来了。还要继续看吗？好，那我们继续看。OK， 我们现在去喷消光。那我去复健。那我们现在先帮他喷一层消光啊，等一下比较方便去上粉彩。人家在教学，你在干嘛？手麻。你是在压什么？按摩球啊，这超好用的，我送小明老师一颗。我觉得做模型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那不然我们来卖按摩球。小明老师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怎么会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在讨论健身跟运动，都没有人在做模型，所以我们叫你过来做。那我们消光干燥完了，现在可以开始来用粉彩。那我们拿400号的砂纸来帮粉彩条磨出粉末。那我们现在就调一些可能在一些比较暗处的地方的颜色，直接用笔刷刷上去。那这个时候消光的表面就很好用，比较容易卡得住啊。然后这个科技海绵就是帮忙辅助把刚刚的粉彩稍微推均匀一点，包含脸颊下方这边稍微强调一下。基本上皮肤的颜色暗色的地方还是会比较偏咖啡色啊，但是大家可能有看到我这边有准备一些紫的颜色，紫是在一些比较凹陷很深很暗的地方，但是后来我发现说，虽然说我有磨了，但是这张脸看起来是比较平坦一点。那我们不要把它的那种凹陷跟凸面的那个效果强调的那么夸张。然后它的腮红也可以帮它强调一下，它这个不要太多，太多看起来像发烧啊、感冒啊、过敏。对对对。哇，真的差很多哎，整个都活起来了，好可爱哦，变得比较活泼了，生动。那接下来我们要干嘛？接下来我们把粉彩用完之后啊，因为它表面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嘛，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拿去喷一下消光。哦。那我们现在要用衣服外壳的这个零件啊，来跟奶壳的部分都可以，来跟小江老师讲解一下，说怎么利用成型色帮它做加强的一个逻辑。哦，好期待啊！ OK，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这个白的区块的暗色的颜色，它会有一点偏紫。我们刚刚看那个图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个紫有点比较偏紫红色，可是因为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成型色的整体色调来看的话，其实也不要到那么红，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方向还是往紫的方向去偏。OK， 那我们可以丢这个珠子啊，把漆摇一摇，摇均匀一点。好，我们喷的时候开小枪，慢慢喷就好，不用一下子堆叠太多，微量的在它凹陷处的地方慢慢堆叠，凹陷处往比较凸的方向去延伸出去就好了。那当然这样薄喷的情况下，你堆叠越多，它那个区块就会越饱和嘛，显色就会越明显。那利用这样子的堆叠去创造出层次感。哦，我现在终于发现小明老师的技巧就是会堆叠一些阴影，然后做一些高光，而我们以前只有做一点点很大的跳跃，它中间的这过渡色薄喷就会把它整个都带出来，来结合一些粉彩的概念，对吧，小明老师？这样我理解的错误吗？透过这个对图片的观察，我觉得你这个观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为什么？我在学美学，我在学美术。对啊，其实讲简单一点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就是中间变化的颜色其实会有很多。对，它绝对不是黑或白，它一定有偏。它也不是说单纯一两个颜色去过渡，有时候你认真去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说那个过渡的色跟你原本想象的那个颜色是不太一样。没错，这里面一张图是透过很多的色彩堆叠出来的。我终于知道色彩的重要性。好，我们脸处理完之后啊，接下来会用亮光漆去把它的眼睛弄湿润一点。那我们现在就涂它的眼球的部分，就是整个眼白的这个范围。小明老师，我刚才注意到这个凸起来的地方啊，是不是可以打亮一点？可以啊，都可以再强调。哦，就是我们除了把阴影打暗，而我们这两块也把凸的地方也可以再做强调，做一点高光，这样。好，没问题。神乎其技。
A few moments later. 你捏过了没？我真的不知道它在我手上它这个仿生技术啊，生物感测传导材料，真的好像那种放在手上想事情的时候就捏一整天那种感觉。真的是鬼斧神工突然整个娇滴滴的，真的很想捏他的脸哇，小明老师这个真的是涂着好有灵魂哦。其实就是发挥一些它原本就有的特性，再把它强调一下这样子。我这个想到一句名言，你动作我手嘎做的但是我们是做手嘎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手嘎变成不是手嘎。对。如果小明老师没有来，真的我们就是平喷做完，然后毫无生气。那大家可以借由小明老师教的技巧，成型色进阶 Plus， 有这种技巧？对，这是我们今天发明的，就是你看嘛，你要加强它的暗面，或者是加强它的亮面，然后甚至在已经印好的水贴，再加强它的层次、细节。对，能掌握细节的人才能成为篮板王。没有关系。他开始做什么？我没听得出来。篮板王。没有。跳动太多了。我们现在从神奈川回来了。好。灌篮高手看太多。再来呢，我们会使用到一点点这个粉彩的技巧，对，而且粉彩一定要用 MAD 400号去磨出来的才会漂亮，又细，然后又柔。对。那最后呢，我们其实今天只花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成型色进阶 Plus 涂装，然后就把它涂得栩栩如生，欢迎大家试试看。可是呢，如果你想对这个人形涂装想要挑战更高的层次更进阶的做法，欢迎你报名小明老师的线上课程，它叫做什么？GK 人形涂装指南。你也要确定哦。我看一下，我自己都忘记了。我跟你们讲了，小明老师现在他在找的这个过程呢，我们现在要来公布。刚才不是说露娜玛利亚，我们要抽这个观众。我先告诉各位，我们每次拍影片基本上都是要买2盒，连那个什么30万的雷德幻象都可以买2盒啊。这盒我自己出的是哦。可以。你看为了让你们拍到一些框架介绍或者是一些对比，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是没做过的，有一个是有做过的，所以节目成本之高麻烦还没有订阅的先订阅起来。好，我现在要来考试了，你刚才有讲对我刚刚讲对。OK， 我们现在在首播，正在首播。请问小明老师的线上课程叫做什么名字？现在第一个打出来的人，你就会得到这一盒我们摸过的露娜玛利亚。你如果真的忘记了，赶快去下方资讯栏找连结。你好聪明哦！但是我跟你们讲，他们比较聪明的人会往前拉，对不对？然后直接听。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理论上现在应该已经有人留了啦。应该已经有人留了，就只有首播这一位中哦。你们不要自己在家里没有跟上首播，然后去那个留言区留，然后还很高兴说我中了。首播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会讲，我们礼拜6 9点首播，然后会有一个 online inside 进去的，不是在外面的，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示范其实手法会比较简单一点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整套的流程，包含可能颜色变化的一些规律或者应用，你可以参考我们刚刚讲的GK人形涂装指南，就是我的线上课程。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涂不来，你觉得你就是脑子好像懂了，但是手就是做不来，这辈子都不懂。对，那你一样可以私讯我的粉专，然后询问我代工的事情。OK， 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拜拜，拜拜。你是浩南，小江你是什么？什么小江？蒋先生。乌鸦，包皮出来，包皮。谁回就谁啊？包皮，你不是演包皮？我什么时候演包皮？那你要演谁？演谁？山鸡。跟山鸡抢地盘那个是谁？说他师徒浩南。
司徒浩南，另外一个浩南。你另外一个浩南，我也是浩南。你是浩南，你也浩南，你浩南啊！你看你浩南，浩到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后了。有一集真的有2个浩南，然后他们2个没有没有，你想浩南，然后他浩南，你浩南。好，可以。我们下一集就拍在擂台上打一架。哎，听说你现在有在练封神腿哦？风跟腿哦。对，没有，这是秘密的。你要确定哦。阿志现在是有练腿，还有学拳击，然后我要把他打造成摔跤选手。你看，哇，哎有哎，这可以推85公斤，你要确定，你的封神腿对，，我觉得我不知道被他踹一脚会飞到那个绳子，也不会踹破。你的封神腿赢得了他的猪油腿吗？什么猪油？不然是什么腿？猪脚。猪脚。